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过去2个月啊，自然杂志呢对 LK99 的报道呢一直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啊。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呢是迪亚斯当年的论文撤稿事件，使得 Nature 呢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世界知名实验室的论文，使得 Nature 呢彻底倒向了记的一方啊。那在没有收到 LK99 的正式样品验证之前，就发文章断然否认识文抄导。应该说呀 ，Nature 是过线了。最近呢，自然杂志的总编造访韩国，韩国媒体呢也进行了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韩国媒体叫 eDaily 上的一个报道啊。这次来韩国的这个 Magdalena Skipper 主编啊，是自然杂志150年以来啊，就创刊史150年以来第8任主编，也是第一位女性的主编。他是为了参加韩国科学技术性别创新中心和自然共同举办的自然论坛特别访问韩国。他计划介绍呢，从基础科学、临床科学到数据科学等各个科学领域啊，考虑性别特征的研究的重要性。那在这次讲话中呢，这个马格达拉纳·斯基伯谈到了对 LK99 这种被称为LK99 的新材料的关注。 LK99 呢被描述为一种具有反磁性和超导性这么一种材料，被认为呢有望实现识文超导，并在电力传输啊等领域实现巨大的潜力。然而呢，这个研究啊尚未得到证实。那 Skipper 编辑啊强调了科学研究中的这个重要性，特别是涉及到复杂的新材料的发现的时候啊，他指出呢，重要的科学发现通常需要经过多次的实验和验证，以确保呢结果的可靠性和重复性。那他还提到啊，尽管存在对 LK99 的争议，但科学界呢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各种观点，并不断的努力验证这个材料它的性质和潜力。此外呢，这个 Skipper 编辑呢还对韩国科学界的成就啊表示高度评价，并鼓励韩国企业呢在不依赖政府资金的支持同时呢，也要积极寻求来自企业基金会和协会等多样化的这个资金来源，以促进科研的创新和发展。他呼吁啊，科学界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啊，推动科学的多元化和创新，而且呢还非常政治正确的提出了科技发展有着以男性欧洲人为主的倾向，如果局限于特定对象或研究主题，就会导致偏向。并且说呀，科技发展应该从性别分析开始，不局限于种族，应该追求多样性。而自然呢，也计划在编辑方向上反映这种特征和价值。这就有意思了，要按种族来更多的推荐弱势种族的成果和论文吗？而不是按照成果的重要性，这是不是有点意思啊？那我们看看昨天的诺奖网站yesterday,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23 was awarded to Narges Mohammadi for her fight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Iran, her fight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for all. 你看好巧是不是啊？从女性解放，从诺奖到自然是一脉相承。总的说来啊，这位比较左派的主编啊，这个给自然打了一个马虎眼，避免万一将来 APL 发表了 LK99 的论文之后可能遭遇的这个尴尬。他强调了科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以及对新材料和科学研究要保持持续关注和研究的这个那这一点还是值得赞扬的。讲完这个自然杂志的主编我们看一下海新民的实验他的新视频很有意思。这是他的一个新的实验视频，我们看一下。他又在做这个电磁实验昨天我给他留言说台大的一篇论文说氨水可以去除样品中的硫化铜像。他说我不能做太复杂的实验。你看他玩的非常快乐。我们看他今天实验，这一块海新民的样品它的尺寸不太规则大概有2公分乘 1.5 乘 0.8 吧，他绕了几十圈七宝线，然后接通直流电，用这个红外线温度仪呢测量，看看比周边温度高了大概是1度到2度，是吧？所以他一会儿他用另外一块样品，我们叫它 B 吧，来接触这个缠绕的这个气泡线，他们一靠近的话呢，就出现了这个震颤，如果用，你看到震颤了吧？如果用永磁铁在比较远的距离，我们看一下，那磁铁在很远的距离它就会震颤所以呢
看这就是用永磁体，它就很远的距离就会震颤。那这个啊，其实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环形线圈通电振动的，我觉得是类似的。那之所以温度稍微升高了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磁热效应吧。那么这测温度的这一段啊，因为当磁性材料啊它暴露在这个外部磁场中的时候呢，它们会发生这个温度变化。那说明这个样品啊，它通过气包弦的缠绕之后啊，电流产生的磁场呢，就导致了这个样品的升高。比如更微观的说吧，这个外加磁场中呢，它是这个样品的磁抽啊发生运动，那磁抽臂的移动呢会消耗能量转化为内能，从而使温度的升高。那当然说啊，样品中的电子内旋也会随着外磁场改变方向啊。你比如说，这种方向改变的时候呢，也会损耗能量啊，转变为内部的能量，导致温度上升。当然说这个直流电缠了那么长气包线，它本身可能也会让样品这个发热啊，就是气包线的电阻嘛，这反正也有可能性啊。所以这个线圈的电流变化呀，那通电之后啊，大家看，虽然这两个样品啊，一个有线圈，一个没有，这个缠绕线圈的样品的通电之后呢，它自身啊会产生电磁场，而这个电磁场呢，不仅可以作用于线圈本身，也会发射到周围空间，影响其他的物体。所以当另外一块样片靠近这个缠绕线圈这个样品啊，会感应到这个样品手拿的样品 A 发出的磁场，并做出磁化反应，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磁耦合过程。当然了，由于这个样品 B 啊，它本身没有线圈，它对外部磁场的感应和响应会比较弱，因此样品 A 和 B 之间的磁耦合强度呢不会太大。但是只要 B 具有一定的磁化响应性，理论上还可以用 A 啊发生这种磁耦合，只是呢它抖动的不是很剧烈，就是这个磁化的这个强度呢不是很剧烈，看到轻微的抖动。那如果使用永磁体的话呢，那就会比较强的这个震动，是吧？所以这就是永磁体靠近的时候反应。那又回到那个老话题，这是不是具有超导向在起作用呢？这个作用啊，这个其实不用仪器分析的话呢，我觉得是很难判断的。起码说我们中学物理知识是可以说得通的，是吧？不过这里啊，我要提醒一下韩国股市疯狂的股民，现在呢没有好的题材啊，所以韩国超导类股票被热炒。那我的观众里边如果有炒股的韩国朋友啊，一定要谨慎。你看视频点赞就可以了，不要用金钱去追逐。即使呢 LK99 的论文发表了，你如何能知道庄家是不是更提前知道这个消息啊？散户啊，你是很难玩过庄家的。希望大家呢不要赌这个热点啊，就觉得元宇宙你最行，你一定能挣到超早的钱，拜托呀！你看我也读了几十篇论文了，虽然大部分都不太懂，而且周边呢还有大神博士的支持，我也没敢去烧那个玩意儿啊，因为我想不出能做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有意义的东西来。当然啊，视频魔术除外啊，这个算我本行吧，毕竟 YouTuber 弄几个魔术的悬浮视频，让你们看不到悬浮的丝线，然后呢让样品回弹的阻尼也像真的，这个我估计努力是可以的，但是那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好的，今天的 LK99 啊就聊到这里。如果您看到这儿了，还没有订阅过我的频道，请您顺手帮一下忙啊，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开小铃铛。咱们下次再见，拜拜。